女人一觉醒来竟有了身孕，得知这是莱塔与梦境男友的爱情结晶，罗斯很快明白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梦漩涡的能力削弱了不同梦境域之间的边界。此时罗斯的手机响起，另一头的杰德告诉罗斯，自己的下一站会在帝国酒店落脚。于是罗斯收拾行李准备前往酒店。热心的邻居葛伯特得知他要独自前往，提议让他成为陪同公主的游侠骑士。罗斯被葛伯特的风趣和善良打动，答应了请求。在前往酒店路途中，阵阵的倦意袭来，车上的罗斯很快陷入沉睡，梦境中映入眼帘的是无垠的草地，一脸笑意的莱塔看上去像是等待了很久。在他热情的邀请下，两人有说有笑地向爱巢走去。殊不知身后的不远处，墨菲斯和乌鸦正注视着他们。莱塔与罗斯来到爱巢，看到了墨菲斯，屋内异样的气氛让莱塔感到不安。果不其然，墨菲斯之所以来这，是为了收取男人的灵魂，因为灵魂不能长期躲在梦境逃避宿命，活人也不能长期躲在梦境麻痹痛苦，因为他们违背规则，为梦境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磨难。Dream, please stop. No, Hector. 男人的灵魂消散后，狠心的墨菲斯告诉莱塔，他腹中的孩子诞生于梦境，自己迟早会将他带走。紧接着不再理会他们，施展法力回到了梦境宫殿。没曾想罗斯竟也跟了进来，他开口怒斥墨菲斯的冷血无情。墨菲斯向罗斯解释事情的严重性，他的力量正在逐渐削弱梦境之间的边界，罗斯却根本听不进去。 So I suggest you leave my universe the fuck alone. Rose. This dream is over. This one's mine. 未知的力量逐渐破坏墨菲斯创造的梦境。为了探索这股神秘力量的由来，放下架子的墨菲斯来到图书馆，向女管家寻求解决的办法。女管家告诉墨菲斯，能对梦境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破坏，除了他之外，那么只剩下身为梦漩涡的罗斯。彼时的帝国酒店正在举行麦片展会，好奇心很强的杰德留意起四周，他发现参与展会的宾客透露着古怪，佩戴的通行证上标注着奇怪的绰号。好在负责接待的胖子看上去还算友善，两人友好的交谈了几句，可柯林斯的出现却打断了他们。 He and his sister are my guests and under my protection. Are we good? 随后，柯林斯与杰德回到了房间。出门前，柯林斯告诉杰德不要离开房间，杰德笑着答应对方的要求。下一刻，便拿着酒店手册打开了房门。麦片展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柯林斯注意到粉丝火热的眼神，随即等到展会结束后，柯林斯来到粉丝面前与他打起了招呼。通过攀谈得知，粉丝的绰号名叫恶灵，一直以来极为崇拜柯林斯，只不过他没有想到自己崇拜的偶像竟早已识破他是冒名顶替的山寨货，甚至不惜与神秘组织的负责人密谋，要让山寨小伙付出惨重的代价。此时，罗斯与葛伯特来到酒店，当他们正准备进入酒店的包间，负责接待宾客的胖子拦下了他们，告知这是属于展会的区域，只有展会的参与者才能加入。迫于无奈的葛伯特准备离开，罗斯却从口袋里掏出了通行证，原来这是他施展特殊手法得到的。冷傲的墨菲斯放下君主的架子，为自己之前的言行向女管家道歉。梦漩涡虽然让他找到了变形人高特，但也为梦境带来了灾难。女管家对于墨菲斯没有多加指责，因为正是梦漩涡的缘故，又找到了他另外一位梦魇。提琴手绿地，久别重逢的君臣没有过多的寒暄，绿地反倒为墨菲斯带来可怕的消息。柯林斯在现实世界创立了邪恶的教派，教派的成员纯粹是杀人为乐。除此之外，柯林斯还找到杰德与罗斯，这一重磅消息令墨菲斯脸色惊变。另一方面，目睹柯林斯行凶的杰德夺路而逃，心里的恐惧驱使着他一路狂奔，以至于撞到了前头的胖子都显得格外害怕。好在对方看上去并没有恶意，反倒将杰德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彼时相伴的绿地与女管家边走边聊，绿地惊叹墨菲斯发生的巨大变化，毕竟在他看来，从前的梦境君主绝不可能低头道歉，现在柯林斯已经由墨菲斯出手收拾，胜利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自己的朋友罗斯也能幸免于难。女管家却告诉他，罗斯根本不可能被搭救。 She's a vortex. What did? I should have realized. 连来揭发柯林斯罪行的同时，也意味着墨菲斯可能会杀死罗斯。画面一转，罗斯与杰德在酒店的走廊相遇，时隔多年的姐弟俩紧紧相拥。杰德的身后却传来了斥喝声，私下伪装的胖子扯住杰德的衣服，试图将他拉回自己的房间，反被杰德一肘子打中了腹部。姐弟二人跑在前头飞速狂奔，身后紧随的胖子露出疯癫的笑容。走廊的尽头被锁死的大门封堵，任凭他们如何呼救，依然得不到回应。胖子的脸上充斥着阴翳的表情，扬言要给他们姐弟俩好看，下一刻便倒在了地上。原来是柯林斯及时出手解决了胖子。 You're safe with me.